走了吗？你腿没摔断啊？没断，命挺硬的。挺硬的。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说吧。我喜欢你，我现在每天都在想你，想得我脑子都疼。你是摔出脑震荡了吧？可能吧。你爸愿意把我当猴耍，那就让他当猴耍好了，谁让他是你爸呢？你想让我当霸道总裁，那我就做霸道总裁，我把公司救回来，好好的还给你了。等我一下。薛可欣，我想明白了，人生短短几十年，人不能因为怕摔倒就不往前走了。如果你跟我想法一样，咱俩试试。薛可欣，我爱你，你愿意嫁给我吗？这就是你给我准备的求婚戒指啊？连颗钻都没有。戴上。戴哪根手指啊？戴哪根手指你都不知道，这根。看见了吗？我们的目标就是把这些楼。可心来了。哎，干嘛呀？我说到做到。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跟你爸赌气的是吗？你以为婚姻是什么呀？婚姻是两个孩子凑一块儿过家家呀。婚姻是神圣的，婚姻不是儿戏。啊，陈东刚呢？吓唬谁呢？我告诉你，薛可欣，我薛贵祥看重的是男人说话做事情言而有信。是谁跟我说把公司经营好了以后才会来娶我的女儿？好好的公司被他经营成什么样了？你看看你们现在公司成什么样子了？啊！没有你的捣乱，公司蒸蒸日上，人家忙着呢。可心，你就体谅体谅你爸爸。那前2天刚刚做完体检，血压又高，肝又不好，这火大伤肝，你就别气他了啊。生气是我气的吗？上回是采阴补阳补的吧？这个是我的女儿。你说，如果她是在淘宝上买的，我可以退，可以换，还可以随便给差评。哎呀，跟你开玩笑的啊！开玩笑？开什么玩笑？这种事能开玩笑吗？我告诉你，薛可欣，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玩世不恭。你以为天底下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吗？啊，拿这种东西来跟你爸开玩笑吗？做事不成，能力不行，连行为举止得体你都做不到，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跟你爸爸交流的吗？我做事不成，能力不行，是谁的杰作？是谁从小否定我、打压我，美其名曰说是想让我快乐？那我告诉你，我现在就很快乐，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一回主了。你别想着再控制我。只要我薛贵祥还是你薛可欣的亲爸一天，
我就绝对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绝对不允许。你干嘛？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恨你！我告诉你，你和陈同刚在一起就是瞎扯淡。哎呀，这父女俩你干什么还动真气呀？你干嘛呢？孩子就是个鱼莲。老公。怎么了，老婆？老公。怎么了？今天是不是不适合结婚啊？谁说的？我今天查了黄历的，今天宜嫁娶。那怎么结婚的时候遇上了乌鸦嘴，现在结婚证又被我爸撕成这样？哎呀，我这不是补好了吗？我可怜的结婚证。我听说这个是可以补办的。补办？怎么听得像二婚啊？我天啊！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给我做的。你去哪了？我去见客户啦。什么客户啊？花语轻言，你认识吗？不认识。这世界上分2种女人，一种呢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全世界，还有一种就是靠自己来征服世界。这是广告词啊？算是吧。童刚，童刚，我想好了，我决定以后帮你。一会儿还约了个客户，吃了饭就去。我不用你帮，我今天做这一桌子菜，就是为了庆祝王子轩给我结的第1笔月费。但是我们志瑞天杰也不能光靠游戏呀，这鸡蛋也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我哪有那么多鸡蛋啊？我只有1颗鹌鹑蛋，要那么多篮子，我都不知道放哪。你今天去见的客户，谁给你介绍的？钟启明。薛可欣，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他就是个假洋鬼子，为人特别的不真诚，你最好离他远一点。陈同刚，你不会以后我去哪儿见谁干什么都要跟你报备吧？如果你能做到，我不介意。我刚摆脱我爸，又给自己找个爸来管我。如果你不介意，我还可以叫爸爸。我呸！你还爸呢？我给我站住！恭喜恭喜，啊，来年好合。谢谢哥。这点钱在你们眼里虽然是毛毛雨，但是就当讨个彩头吧。谢谢你，杨老板。来，可心，祝福你们啊！希望你们2个能够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爱。爱是恒久忍耐，是恩赐；爱是不自夸，不张扬。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爱是不轻易发怒，爱是不算计别人。爱是永不止息的。干杯！恭喜恭喜！谢谢你们。坐吧。坐吧。我跟可心结婚不容易，婚礼婚宴一概没有，挺寒酸的。这些都是繁文缛节，不重要的。真不办了？不办了。办就不办，这样也挺好。哎，对了，我给你们找了几个大客户，通知大家明天复工。真的？太好了。哎，二位老板，我打断一下啊，我可以原在先哦。领导加班每周不能超过3天，每天加班不能超过10点，只要怀孕了，必须立刻辞职，马上回家胞胎。哥，没问题。有问题？为什么呀？
别人怀孕了都能工作，为什么我不能呀？我要是不工作了，咱们家收入就少了一半。你妈每天买个菜都在那儿锱铢必较的。我妈怎么锱铢必较了？我刚升了职，收入明明增加了。大哥，你都休假了，暂时的。那万一不是暂时的呢？我们老板上次还跟我说，产品做得非常好，还准备在那个市场大会上给我授奖呢。谢谢你了，你们公司的产品都大面积召回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你是不是干技术干傻了？你跟鸵鸟似的。哎呀，你俩行了。产品有问题，这是1天2天的事儿吗？这个节骨眼上让你休假，你不觉得奇怪吗？有什么奇怪的？总之，如果你没有工作了，我就是这个家里的经济支柱。放心，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我去一下洗手间。哎，杨真呢？刚接了一电话，公司找他有事儿。你呀，对你自己老公好一点儿，这婚姻又不是战场。鞋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你什么意思啊？谁不合脚了？陈东刚，对你老婆好一点。你自己先管好你自己的事吧。我这儿帮你呢，听不懂吗？谁用你帮啊？我跟我老公是蜜里调油，情比金坚。秀恩爱死得快。沈明宝，你咒我啊？我提醒你，行了，你们俩，姐，明天照常复工。必须啊！你还不睡啊？哎，上一轮的组织架构调整是你做的吗？齐薇认可的。我要把组织架构改回来。为什么？企业规模小，又是项目制，扁平化管理比较合适。朝令夕改，这不太好吧？你质疑我？我哪敢啊！是你把公司从破产的边缘挽救回来，但我才是公司老板嘛。你要朝令夕改，你至少要经过我的同意吧？我单枪匹马去刻华语青言的时候，也没经过你同意啊，陈老板。公司好不容易能起死回生，我想清楚了，我不会再让你孤军奋战了。我要帮你把智瑞天劫做大做强。你要改人设了？改什么人设啊？霸道女总裁嘛。哎呀，我跟你讲，这资产呀，分为2种资产，一种是优质资产，还有一种是不良资产。那你是哪一种？我生下来呢，就实现了财务自由，所以我是第3种，闲置资产。我不想再一直这样闲置下去了，我要把自己盘活。你快去睡觉吧。那你忙，我去闲置了。听说今天陈董跑去沈总监那儿吐槽去了。沈总监可是薛董的人，我这不是自己找死？我发现你没想明白，我出去拉客户、维关系、做组织架构调整，不都是为了帮你吗？薛大小姐，你就应该十指不沾阳春水，贵人不踏见地儿，好好在你家做大小姐。我跟你结婚，你一次性投资，终身回报，你还想怎么样？一山不容二虎，哪怕是1公1母。你终于把这话说出来了，陈同刚，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你再想想你遇到我之前是什么样子。薛可欣，你知道什么最可怕吗？最可怕的就是以后我有再大的追求，再好的成就，这都是你的恩赐。
在你眼里，我永远都是个小瘪三。喘不过气了。哎，薛可欣，薛可欣，你干嘛？哎，有车，危险！哎，那么这又回来了？是不是喝酒了？狗鼻子啊你！我都喷回去清清静。大晚上的让你老公独守空房，你好意思吗？哎呀，气我辞职了，所以我们俩就喝了一杯。谁想到啊，叱咤风云的女魔头也有今天呢。那他辞职了，你们公司以后谁当总经理啊？天上这么一个大馅饼就掉到了我的头上。掉你头上了？啊，是啊，你不替我开心吗？啊，你不替我开心吗？杨真，快来吃饭了。当老总了，管多少人啊？想当年我当厂长的时候，你不是副厂长吗？去。哎妈，这老黄历了，别提了啊！嫂子跟投资人那是闺蜜，当总经理是理所当然的嘛。你这话说的好像我是凭关系才上位似的。那靠的是什么呀？靠的是能力呀！来，借花献佛，沈总经。给我盛一碗。哎，我说啊，这个事业好归事业好，但是你们俩的任务必须得完成了。什么任务啊？给我弄个孙子呀！那我要是个孙女儿就不行吗？不是，孙女儿也行啊。没想到你还有点重男轻女。你给我闭嘴！我的呢？每个品牌主和广告代理公司的平均合作期，你就直接告诉我，用了你的广告，每个省能卖出多少台车？肖伯纳曾经约过，所有的专业看上去都像是针对外行。郑叔叔，我不能蒙您啊！那包治百病的都是因为甲方把所有压力全都放在了营销上面，甲方也是需要教育的。喂，妈，我今天加班，不用给我留饭，也不用给我留门啊。我嫂子发的，跟我哥说让他早点睡，不回来了。又不回来了。这俩人老不见面可不行。自从我嫂子当上总经理以后，我可天天独守空房，这样下去两个人非得丁克不可。什么叫丁克？就不生孩子呗。那怎么行啊？这什么情况？改洗头房风格了？这不是我妈跟我妹说，咱们俩调节调节气氛吗？这不知道还以为大保健上门了呢。可不嘛。儿子，嗯，那把这汤喝了。哎，我现在不想喝汤。哎呀，喝吧，我炖了一下午，带一晚上，费老劲了，赶紧喝，喝点。
怎么样？还行吧，有点腥。大补，高级的，多喝点。这方子我花好多钱呢。你拿什么玩意儿炖的？三边汤。你就别忍住不许吐啊！哎呀，你儿都不需要这玩意儿。哎呀，有则改之，无则减免。哎呦，你喝点。哦，我不要，谢谢妈。哎呀，你们两个什么情况啊你？妈呀！沈总。妈，你别给我当沈总啊！你是酸性体质还是碱性体质？你想生男孩还想生女孩？慢慢给我弄了个 APP， 说是能够清宫表。你还睡不睡觉了啊？我明天有一个很重要的会，我这资料需要整理一下。沈总，您现在都是总了，这些事儿不能交给秘书办吗？那也不是什么事儿都能让别人代替的呀。这要生孩子能让别人代替的话，我倒是求之不得呢。哎，我问你啊，如果婚姻是一场游戏的话，你觉得这繁衍后代是一项成就啊，还是一项任务啊？成就？如果是成就的话，你说为什么那么多当了爹妈的人还吐槽生活品质下降呢？那就是任务。他如果是一项任务的话，为什么还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的前仆后继呢？哎呦，我脑力有限，别想了啊。干嘛呀？打呼噜，自觉回避。吓我一跳！干嘛呀？睡觉啊！睡什么觉？哎，干嘛？进去。我进去干嘛呀？沈总的排卵期到了。哎呦妈呀！你让我休息，我这。要不我再把汤给你热热？哎呦不，谢谢。哎，进。怎么回事？你是不是最近太累了？还是我哪儿让你不满意了？咱们俩得把这原因给找出来吧。哎呀，找什么原因？失败的原因呢？谁失败了？咱俩呀。哎呀，我说你是不是有点过度紧张了？我紧张，是你紧张才不行的好吗？谁不行了？我没不行，我那是不想。你是看见我不行，还是看见所有女的都不行？哎呀，有区别吗？区别大了。老婆，咱们俩就不能要一个顺其自然的宝宝吗？咱们俩怎么不顺其自然了？咱们也没把什么精子卵子放在一个试管里。哎，大叔，咱以后就能不能不要用那些那个优生的那个专业的术语来描述这件事情啊？什么清宫表，什么排卵期，什么基础温度，什么精子存活率，以后一概别提啊！本来挺好的，被一时武功全都被你弄废了。你有什么毛病啊你？沈总，我不是你必须攻下来的山头，也不是你必须要炸掉的碉堡。跟你说啊，从今天开始休战3天，还有明天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玩意儿给我撤了，看得我真的是，你别扑我了。这乱七八糟玩意儿是我弄的吗？我扑你了，不是你妈让咱俩抓紧时间完成任务呀？我告诉你，你这是心理障碍，你得去看心理医生。我。
下一位。哎，你生理层面没啥问题，建议你去看一下心理医生。心理医生？大家放一放手里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新同事，她叫杨曼曼。哎，小李啊，今天是不是要带客户看房？对，约了10点。哎，那正好，你带她一天。啊？不用，我有经验的，不用人带。正好熟悉一下周围的环境。你有电动车吧？有啊，我现在去取。过来，我跟你讲，他是老板的亲戚。听说你是老板的亲戚？我嫂子的妈跟这老板的爸是朋友。哦，夕阳红，你有工作经验？工作了3个月，都满实习期了，租了好几套房子出去呢。你之前在哪家店？就街拐角黄色门脸那家。三山房产。啊，行里都在说三山房产被一个实习生报警给端了，那个人不会就是你吧？就是我啊。走了。能不能换个男大夫？我是很专业的，你质疑我的性别，就是在质疑我的专业。我是觉得，我这……你检查身体的时候，会介意大夫是男的还是女的吗？不介意。那我检查你的心理，你为什么会介意我是男的还是女的？你说你们女人是被什么定义的？家庭。她是谁，在于她是谁的妻子，谁的女儿，谁的母亲。我们男人是被工作定义的，头衔、职称、年薪、办公室的大小、手下人的多少。要是没有这些啊，我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自我认知缺失。自从被放假以后啊，出门都戴着个帽子，都低着头走，生怕碰见熟人，然后问我小杨啊，哎怎么着放假了？我要是跟人家说我放假了，人家肯定在背后嘀嘀咕咕说，你看小杨没本事，天天在家待着，缺乏价值感。哎，大夫，你能不能别把这鉴定结果念出来呀？你这宣判似的。你身体有什么症状？身体什么症状？失眠、食欲不振、精神恍惚。哦，这些都有。夫妻生活是不是不和谐？不是大夫，你们这不是心理诊所吗？你怎么聊到生理了？你会因为是女人问你这个问题，你就觉得被冒犯吗？你老婆是不是很强势？你妈是不是很强势？你的童年是不是有缺陷？你才有缺陷。你还会回来的吗？我们今天呀，准备了5套房源，都可以看。户型图，一会儿看那套呢，2房朝南，1房朝北，西边套。没有。不是让你打印了吗？那我现在去打印啊，不好意思。新来的吧，业务那么不专业。哎，老板的亲戚硬塞给我的。哎，这边请。他就是那个报警的，行业公敌。这种人就要防着点，老板怕他来监视我们的。看我不整死他！
有小孩啊、老人啊，都可以过来一起住。李姐，给户型图。给2302的房东打电话。哦，来，你看看这个，这个也是精装修，张先生刚腾出来的新房，特别是好。哎，我是曼曼。朝向好。是，现在来看房呢。你看这。喂，哎，好，我知道了。是。把钥匙送到西坝小区，有同事等着用。您好，我刚才给你打过电话，我是简宁的女朋友，麻烦请通过我一下，和您太太有关。你好，你终于肯加我了。简宁是谁？智瑞天杰的，跟你太太是同事。所以呢？我俩在一起2年了，感情一直挺好的，但是他就是不想结婚。直到前几天，我才发现问题在哪儿。他还在经常的接送他前女友上下班，而这些照片是我在他电脑里发现的。为了保护对方的隐私，我特地打了马赛克。我男朋友正是因为对这个马赛克女孩旧情难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这是谁？应该是你太太吧？哎，今天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我笑了一早上。简宁是谁啊？我的一个同事呀，你见过的。有我送你啊。不用，有同事的顺风车。简总，你的咖啡。谢谢啊。哎呀，第一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哎呀，第一天工作就想做这间办公室了吧？啊，恭喜你，如愿以偿。感觉怎么样？为什么要辞职啊？哎呀，在自己前女友的手下工作，你以为会很舒服啊？能不能不要离开公司？那你得给我个理由。齐总走了，胡作为也走了，连你也走了，我就更难了。明白。有人上船，就会有人下船，这很正常。再说了，这年头，夫妻之间能不能走完全程还不知道呢。可是，现在公司好不容易回到了正轨，客户有了，资金也有了，正是我们大施拳脚的时候啊！是你大施拳脚的时候，不是我啊！可你已经是创意总监了。龙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之前我们所有的提案，泽良那边都会事先知道？因为胡作为是笑面虎的侄子。不是的。是我。我两头拿工资，已经很久了。你不怕我把你说的话录下来，告你不正当竞争啊？你不会的。为什么？因为你知道，我告诉你这些，都是为了你好。你入职比我晚1年，我记得你刚刚到公司的时候，跟在齐薇的屁股后边，无论大事小事都记在一个小本上，对吧？我当时就在想啊，这个姑娘有野心，不适合交女朋友。
那你当时还追我？我说过了，有人上船，就会有人下船。走不了一路，走一程也好。明宝，你以后坐在这个位置上，一定要把人看清楚了，要不然你还会吃亏。走了。邹良给你什么职位？当然是跟你同样的职位。真遗憾，以后喝不到你的第2杯半价了。我说明宝，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啊？怎么了？有哪家咖啡馆会几年如一日的给你提供第2杯半价呀？啊？走了。哎呦，你不睡觉在这干嘛呢？好累。哎呦，你今天怎么回事啊？干嘛呀？有事你说。你跟我结婚之前交过几个男朋友？我跟你结婚之前不是已经交代过了吗？岁数大了，记性不好，你再回答一遍。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工作以后一个，网上认识一个。现在还联系吗？不联系了。那你工作以后认识那男朋友，在一起多长时间？几个月吧。那你们是怎么成的？每天一起工作，面对面18个小时。哎呀！那你们是怎么分的？每天一起工作，面对面18个小时。你们2个谁提的分手？是你还是他？你是审讯呢还是熬鹰呢？那个 point 是单身经济，2亿的单身人口，2亿的购买力。你昨天说你有个前男友是同事，你不会上网查一下吗？到处都是资料的呀。单身人口的消费倾向远高于家庭，他们的储蓄倾向远低于家庭。这文案怎么回事？一点也不靠谱。你刚说什么？我说你今天真好看。是吗？你们2个谁提的分手？是他还是你？谁跟谁分手啊？你也跟你前男友？跟我前男友？我前男友多了，你说哪个？工作以后认识那个？工作以后认识那个？哦，哎，你今天怎么回事？受什么刺激了啊？回头等我有空的时候，我给你写个情感汇报。我说你，以后能不能别老玩手机呀？对眼睛不好。你本来眼神就不行。好，眼神不好才找了你呀。哎，上班化这么浓妆干什么？我妆浓吗？我天天都这样啊。天天上班化这么浓的妆给谁看呀？怎么一回家就卸妆呢？化妆是社交的基本礼仪，你懂不懂啊？哦，你不懂。我觉得咱们俩是不是应该好好聊一聊了？今天中午，我不要消费者把注意力放在省电上，我要他们知道这种小电器、小电饭煲、小冰箱都是为一个人设计的。白痴啊，这是！
你给我把这个文案换掉，它不行。气死！你说中午干嘛？啊，我说美女，中午有没有空啊？我们是不是可以一块吃个饭呢？可以呀，帅哥。哎，以前那个总顺路送你上班的同事叫什么来着？啊，简宁。哦，简宁。哎，他最近怎么不送你了？怎么改成让我送了？他辞职了。哎，前面好像是堵车了。好像是堵车啊。怎么了？这是撞了？碰上了。这个不知道要堵到什么时候去。你别管我了，我自己跑出去。你真跑出去啊？你慢点儿！这有2位客户。你好，我来。2位买房还是租房呀？哎，来，这边请，把我的户型图拿过来。哎，您看啊，这是新房子，这个呢主卧是朝南，阳光特别充足，特别好。还有这个，这客厅特别大，这2张发票你帮我打印一张。就这户型啊，特别适合新来的居住。紫玉苑西区6号楼有租户投诉，你去处理一下。那个物业负责的吗？我们可是管家式的中介服务，鞍前马后一条龙。行。来，你给我进来，来，这房子3天2头的出问题，今天缺水，明天停电的，网速还慢，管家没管什么了？您别着急，阿姨，我给物业打个电话。电话我自己还不会打，马桶堵了，全家人没法上厕所了。这个没人接，估计是吃饭去了。你们承诺的管家室一条龙服务呢，你们还有1个月1次的免费保洁呢。行，我立刻就去问我们组长。哎，还用问？你不就是那条龙吗？来，干嘛呀？现在的小姑娘干个活真默契，就这点活，我年轻的时候3下午除2就干完了，真能默契。干完了以后啊，记得帮我清洗干净把马桶哈。好，垃圾给我带出去哈。前2天跑进来个老鼠，你帮我抓着哈。啊，老鼠抓着没听见？好。先生家的啤酒，谢谢。这儿呢。你这大中午的吃什么火锅啊？吃我一身味儿，下午还开会呢。喝这么多酒干什么呀？要不怎么叫您沈总呢？都不食人间烟火了。我可没标榜我是小仙女啊。真心话大冒险。拜托，我下午还要上班呢。那我单人真心话大冒险，您随意行不行？你不就是想问前任那点事儿吗？有话直说，别拐弯抹角的。你说一句，我喝一杯。他叫简宁，我们俩确实好过。在一起多久？几个月吧。他俩在一起前后3年。谁追的谁？他追的我。谁提的分手？我。为什么？没意思了呗。哎，你别喝了。和我一样，他想结婚，他不想。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每天大眼瞪小眼，10几个小时。
一天待的时间比我都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我是你老公啊，我有知情权。那我也没有为你前女友的事儿啊，过去的事情不能让它过去了吗？我哪有前女友？你是初恋。呸！信你个鬼！你那40多个前女友了？你才40多个呢，我就那一个，还被我拉黑了。我让你拉黑了吗？分手了就不能做朋友吗？哦，你要这么说，那我知道我为什么朋友少了。哎，我把他拉回来，问问他现在工作怎么样啊？公司缺不缺什么职务啊？哎，我面个试，对吧？每天我也跟他10几个小时，变大点点。我先走了。那边出不去。你把我招的人给开了，不可以吗？咱俩在这谈，还是去外面谈？就在这儿谈吧。陈董，麻烦你回避一下。那个，我要不给你们倒杯咖啡？你们要喝什么口味的？我自己决定。我是董事长。我想用谁就用谁。你是董事长，但是在用人方面，你只对总经理，也就是鄙人有任免权。你可以开了我，但是你不可以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哦，不对，你其实是董事长太太。明宝，这小陈他不是这块料，扶不起来，你是知道的。你也知道他扶不起来啊！我劝你有时间去把股权做个变更，也不费事儿。我是怕伤了他自尊心。你不怕他再次把公司搞黄啊？所以啊，你是护城河，我是防火墙。你今天这气压怎么这么低呀？出什么漏洞了？杨铮，好好的突然问我是不是跟简宁好过？他神经这么长，这么后知后觉，也不知道谁告诉他的。不会是你吧？我自己老公我都管不过来，我哪有闲工夫去管你老公啊？再说了，前男友就前男友呗，你干嘛瞒着杨铮？我没瞒着他呀，我只不过是没有主动告诉他。那还不是瞒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本来就想让我在家里当摆设。这要是知道办公室里有个前男友，那不更来劲了？你干什么呀？应你老公要求拍的。什么意思啊？这都不懂？查岗。你老婆现在跟我在一块儿呢，情绪稳定，放心吧。信任这种东西，就像是信用卡里的透支额度，一旦你透支了，这信用记录就有了污点。还好简宁已经辞职了。回来了。啊，妈。明宝，你快去看看小妖精，怎么了？下午就回来了。两只眼睛红红的。杨铮呢？哎呀，上次就因为他妹他把人打了，这回我还敢告诉他呀？杨二曼，怎么了你？我进来了啊。怎么了，杨二曼？以后谁要是再叫我杨二，我就二给他看。这不是你在家的艺名吗？哟，哭了？别哭了，别哭了，眼睛哭肿了，明天上班可丑。我不上班，我随随便便找个有钱人嫁了，我以后再也不工作了。你这是怎么啦？是不是遇到难搞的客户了？我跟你说啊，遇到这种难搞的客户，我的经验最多了。不过呢，你要是换位思考一下，不是，那是
有男生用套路追你了，是不是？让你辞职，要带你远走高飞。曼曼，你还小，这方面呢，你少来了好不好？每次出现问题你就摆出一副人生导师的样子，你也不问我需不需要吗？啊，行，我不对啊，我不应该这么跟你说，我应该聆听，好不好？那你说，我听着。你收起你这副居高临下、假仁假义的样子，好不好？哎，回来了，人呢？怎么不吃饭啊？他们姑嫂俩聊天呢。聊天也吃饭啊？杨真，你别去，过来坐下。过来。这聊啥秘密呢？我谢谢你，我不需要你的关心，我只需要空间让我呼吸一下。就是聊天啊，没聊急眼了。哎呀，你别去。哎呀，我维护一下世界和平。当初要不是你让我报的警，我就不会成为行业公敌，也不会被同事排挤了。报警怎么了？报警是每个公民的义务。在这个行业，想要干出点成绩，每个人都可能会有小动作，要么跳个单，或者撒谎找个托。如果我回回都报警的话，报得完吗？不是，你这个耍点小手段，它是一回事儿，犯法是另外一回事儿呀。可是关键是承担后果的人是我啊。曼曼，我觉得你真的没有错。我现在不是在跟你说对跟错的问题，现在是你在帮我选择。每一次你选择了，然后我来承担后果，你觉得公平吗？我说了，我最烦你这副居高临下的样子。我没有教育你，我只是希望你少走一点弯路。我有错吗？沈明宝，你就认个错能怎么的？我哪儿错了？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你总标榜圣人，你让别人也跟他一样吗？你自己就做到一尘不染了吗？你几个意思啊？你自己心里清楚。我清楚什么呀？我不清楚。你别含沙射影啊！你给我说清楚。应该是你跟我说清楚。我说清楚什么呀？你跟你前男友在一个公司上班，每天上下班他还接你送你。那正因为我们问心无愧啊！你问心无愧，那他为什么辞职啊？你问心无愧，他为什么不和他女朋友结婚啊？有病啊！你们兄妹俩。这不是我的主场吗？闭嘴！明宝，天这么晚了，你去哪儿啊？妈，我回娘家。妈，别管你。搞什么啊？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你把他微信推给我。查无此人。哎，你们公司是不是有个叫简宁的？你把他微信推给我。已经离职了。过来吃饭。哦。哎，顾叔叔啊，哎，我是明宝，那个我老公的妹妹，她在你们那个店里上班，能不能麻烦您帮我照顾一下？你妈不又把我给甩了？你还想让我关照你妹妹？哎，嫂子，她认错了。我说她了，回来吧。才怪。这杆打得不错，有点意思了啊！你也在啊？最近来练一场练得挺勤的。我得多练练。现在不会打球，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生意。你球打得好，改天教教我呗。不敢当。听说你在跟那个家化厂的项目，家化厂拿下来了吗？还在谈呢，费用挺可观的，但是对方要求垫资。正常。是吗？嗯哼。但不是一笔小数目。你知道吗？其实垫资啊是一种考验，考验你到底有没有信心跟他们共进退。能真的共进退的人，到最后才能是真正成为战略合作伙伴的人。
我帮你呢，是看在可心的面子上。你们分手那段时间，他来找过我。放心，我不会趁人之危的。这有什么？我压根儿就没多想。可是他跟我说，他挺困惑的。他说你是食草动物，而他天生就是食肉动物，很难想象像你们两个这种不在一个世界的人，最后竟然走进了婚姻。那你是什么？你是食肉动物吗？童刚啊，你知道怎么才能成为真正的食肉动物吗？眼界、勇气、胆识，一样都不能少。加油吧！你动我手机啦？我这条信息还没看，怎么就打开了？我电脑也动了是吧？不能动吗？当然不能动了，这是我隐私。哦，那我以前查你购物车，帮你把里面东西全清的时候，怎么不说隐私呢？那目的一样吗？那你怎么知道刚才我打开你电脑不是查你的购物车呢？难道你想主动和解啊？刚还在百度上查化解冷战，没诚意。杨征先生，您好，您已经预约了心理医生甄玲，预约时间13日下午2点至3点，地址函谷路关博心理诊所。请进。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你好，我是甄大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我就知道你会回来的。请进。我老婆有个前任，她跟我说，他们在一起也就几个月吧。可是后来，我老婆前任的现任告诉我，我老婆跟她的前任在一起的时间有3年。继续。我老婆跟她的前任一直在一家公司上班，而且我老婆特别热爱加班。我本来以为啊，他们那个行业就那样，可直到后来，
我老婆的前任的现任给我发了一张照片，我才知道我老婆的前任一直留着我老婆跟他前任在一起的照片呢。那你觉得是为什么？至少说明他对我老婆旧情未了。我这个分析没毛病吧？没毛病。我就想知道我老婆对他的前任是不是也是旧情未了？这也没毛病吧？没毛病。而且我们结婚以后，我老婆的前任还总接送她上下班，美其名曰的说顺路。不排除两个人真有顺路的可能性。那你说，我老婆的前任后来为什么辞职了呀？是不是被公司什么人发现了，看出来了？哎，如果我老婆要是对她的前任没有感情的话，她为什么要跟我撒谎啊？事实不见得就是真相。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你好，我有预约的，我姓沈，沈明宝。甄大夫，现在有客人，您先稍等一下。行。哎，对了，那个甄大夫他的诊室是在啊，他在这个房间。啊，谢谢。您先稍等啊。嗯。你们有怀孕要小孩的打算吗？别提了，我妈充分地掌握着我老婆的排卵期，她知道我老婆每一天什么时候体温最高，最适宜受孕，而且我妈还监管着我的代办日摄入。你是焦虑依赖型人格。焦虑依赖型人格。统计医学上说，在亲密关系中，焦虑依赖型人格女性居多，而男性是回避型居多。那你的意思是，我的心里住着一个女人？沈小姐，您可以进去了。哦，谢谢啊。用专业的知识化解你内心的创伤。你好，我是甄大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您好，甄大夫。那个，我跟刚才那个男病人是一样的问题。焦虑依赖型人格，恐惧心理过的啊。第三类人格障碍体。甄大夫，我说的不是这种心理上的问题，我知道了，刚才那个是你老公。我可没这么说。你俩前后脚不超过1分钟，一个治疗创伤，一个未遂破案。服。那大夫，我老公他是什么障碍体啊？对不起，我有保护病人隐私的义务。你保护他隐私，那他病这可好不了了。他有没有给你提过前男友啊？你有吗？谁没有啊？念念不忘。我老公跟你说的。你们之间是不是留着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对不起，爱莫能助。小陈，你包的馄饨薛小姐那么爱吃，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呗。这我的独门秘方，我给可心多包一点。谁让你给家化厂垫资的？谁同意的？我先去给你收拾房间吧。天气这么冷，
你怎么不多穿点？你知不知道那家公司快破产了？是你让我去接触的。是我让你去接触的，但我也没有让你去倒贴啊。上千万的广告费，你一句话说垫就给垫了。人家是大公司，如果不垫资的话，人家不可能给我们包年。你垫进去的是个无底洞。你做过调研没有啊？你没做过调研，你也可以去打听打听啊。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你不跟我商量，你跟沈明宝商量也行啊。我看你啊，还是别去上班了，你就记着回去，在厨房里包馄饨比较适合你。薛可欣，你从来就没有看好过我，对吧？那你也得做出点让我看好你的事情，是不是？你回回都给我捅娄子。我穿围裙是因为你说过穿围裙的男人最性感。我包馄饨是因为你说过你最爱吃我包的馄饨。我穿着你喜欢的衣服，留着你喜欢的发型，用着你喜欢的香水。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讨好你，因为你我已经失去自我了。你还在这儿对我横挑鼻子竖挑眼，有意思吗？我没挑你，我这是就事论事。陈同刚，你的自尊心能不能别那么强啊？自尊心，自尊心，我在你这儿我还有自尊心吗？你去哪儿啊？沈明宝，你们两个什么时候夺了我的权啊？怎么啦，驸马爷？不要叫我驸马爷，不要把裙带关系放在个人能力前面。本来就是。我已经答应客户垫资了，你们这样等于打我的脸啊！那你希望我怎么做？站在我这边，签字就行了。这么大的金额，他不可能同意的。那就帮我说服他。我看见我充电器了吗？陈同刚，你没事吧你？啊？于公来说，薛可欣她是我的金主；于私来说，她是我20多年的闺蜜，我凭什么站在你这边啊？我背后捅你刀子，你没事吧？你说话过脑子，摆清楚自己的位置，管理好自己的期望值。你赶紧把我开了，我伺候你们公母俩，我早受够了。给谁打电话呢？管着吗？管不着，友情提示一下，咱家司法口不隔音。跟我老相好搞电话粥呢。不是你大周末去哪儿啊？加班，跟我老相好一块儿。没个老相好。行啊，小郑，这放假放的红光满面的，这发量都多了。别开玩笑了，哎，我跟你说，真的，体力也好了。休息会儿。行，歇会儿。哎，老吴，我听说咱们公司那产品……哎，给我打住！你约我出来的时候，咱俩说好了啊，不谈工作啊。行，不谈工作。哎，家里都挺好的。哎，跟你说，我现在觉得家庭就是个动力系统。初始条件下，细微的改变可以带动整个系统长期巨大的连锁反应。来一个人，就等于增加了一个变量，系统就会自动的调整一下。往哪个方向调整，你根本就不知道，也控制不了。我妈来了，被我老婆给收服了；我妹来了，被我老婆给笼络了。你知道我们家现在什么情况吗？3个女人组了团一块对付我。蝴蝶效应啊，我懂。系统论我学过，你呢，得一点一点调整这个技术参数。对了，你老婆那个小店主进修班上来以后怎么样？根本就没去，还联合我妈给我一顿批评，说我不尊重女性。还有你给我找那什么班，不提前跟我说一说？
你得教育他呀。哎，那是我老婆，又不是小孩子，我怎么教育啊？我跟你说啊，这个教育可以说是教育，也可以说是训练。他所有的行为啊，都要产生这个后果。这个后果呢，可以说是奖励，也可以说是惩罚。懂我的意思吧？听不懂？听不懂？就是啊，男人这个主动权要掌握在自己手里，啊。哎，一会儿打完了，找个地方喝2杯去。也不是不行啊。哎，往好了想啊，不是打了马赛克了吗？啊，说不定就是前任他随手一拍忘了删了。忘了删留照片干嘛？辟邪啊！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该留的东西留在你那儿了？你的心啊。不是，综合分析啊，前任手握照片来聊骚，现任情感空虚，必接招。8成你老婆有外心了。你说我这刚结婚，起手就是 bug， 婚姻出现 bug， 这宕机可就得宕一辈子啊！你做好思想准备，啊！一个不婚主义者，如果不是因为情感受伤，他是绝对不可能打破原则，突然闪婚的。原则就是用来被打破的。果然啊，结婚教不了你幸不幸福，看来能教会你怎么抬杠。不过我倒不介意为了你再打破一次原则。我真的是听不懂你什么意思。为你疗伤啊？不必，我早自愈了。我觉得呀，我跟我老婆就像是俄罗斯方块，本来是应该相互契合的，结果都不在一个点上。现在啊，要么就是我换个体位将就她，要么他换个体位将就我。哎，要不然你俩就一块儿消失。啊，对你念念不忘，确实是事实。事实并不代表真相。你老公想知道的不是真相，他只是想证明他心里的那个真相。听我的啊，宣誓主权，戳穿谎言。手段不够硬，身段就得软。找我什么事儿？怎么了？那么愁眉苦脸的，一个人喝闷酒，家话场谈得不太顺利，需要帮忙吗？不用，反正我说了不算。宋刚，我其实有一个事儿特别不明白，你说你也算年轻有为，干嘛非要找一个比你大这么多岁的女朋友，还非得要结婚呢？我也不明白。为了钱吗？钱算个屁呀！真有骨气。我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啊，可觉得钱是能干可多事儿了。我和他在一起不是因为钱，是因为我真心喜欢他，他也真心喜欢我。为了能跟他在一起，我得努力，我得拼命努力才能配得上他。结果到现在，一切都变了。怎么个变法呢？不知道，我觉得自从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还有，自打他插手公司的事情以后，他变得让我有些看不懂他，甚至变得有些让人讨厌。他已经不是从前那个薛可欣了。少喝点儿。
洗完澡还一身酒味儿。昨天跟薛可欣要简宁的微信了吧？有问题吗？我早就跟你说过了，我跟他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了，为什么你就是不相信我呢？因为你跟我撒谎在先。我没撒谎，隐瞒也是撒谎的一种。我也没想隐瞒，我只是觉得这个事情它越描越黑。你只要把简宁的微信删了，这一杯爱心特饮就是你的了。这样啊，咱们俩各退一步。我呢，不看他的朋友圈，也不让他看我的，但是微信不能删，因为我们俩工作上还得联系。爱心减半，再给你一次机会，把你电脑里面隐藏文件打开我看看。凭什么呀？这是我隐私。你干什么呀？哎，我还没用过呢，新的。这是惩罚，你要对你自己做的每一次选择承担后果。你训练小狗呢？你手机里有咱俩合影吗？没有。过来。干什么呀？笑一笑。亲一下。干什么呀？发朋友圈马上，而且以后每天都发一张。秀恩爱，死得快。我这叫宣示主权。你这没美颜没修图，我一世英名都要毁在这张照片上了。我要的就是这效果。没美颜没修图，我不发。那你自己修一下。干嘛？这才是秀恩爱的正确打开方式。杨先生，这样满意吗？你说我对你怎么样？做的比说的好。何以见得？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给我掖被子呀？还有呢？过马路的时候，你会让我站在比较安全的那一面。还有呢？你出门的时候总是会多带一件衣服，虽然你嘴上总是挤兑我挖苦我，没句好话。那简宁呢？你怎么回事？你提他干嘛呀？我就是想知道，是他对你更好，还是我对你更好？哎，这个问题这么难回答吗？你在思考？你是在犹豫吗？不是一个赛道，不要随便比较。能不比吗？站起来！干什么呀？站起！干嘛呀？哎呀呀呀！哎呀！修正参数。干嘛呀？咱俩事儿还没完呢。自从我们两个结婚以后，就没有以前那种感觉了。自打他插手公司的事情以后，他变得让我有些看不懂他，甚至变得有些让人讨厌。
这谁录的呀？安的什么心呢？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他对我没感觉了。这个嘛倒是很正常的，人类的热恋期只有3个月，爱情的平均寿命也只有13个月零7天。你们现在呢，正由性激素主导的爱情关系转化成催产素主导的亲情关系。那怎么行啊？我才不想把我老公变成大兄弟。但是好消息是，习惯的形成只要3个月，你们只要把对方变成彼此的习惯，那婚姻还是可以平稳继续的嘛。那是你们，我们又不一样。我们俩是因为天雷勾地火才走到一起的。要是我不性感了，我没有魅力了，再这么下去，他会像你老公不想碰你一样，不想碰我。哎，你干嘛往我身上插刀呀？那杨正对我还是很有激情的。就那个程序员还激情，我不信。哎，行，别说我了，这不说着你呢吗？我跟你说，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陈同刚对你重燃激情。什么办法？在你的身边给他制造一个竞争者，让他疯狂，让他嫉妒。嫉妒？这你就不懂了吧？男性呢，他都是喜欢竞争的动物。一旦身边有竞争者出现，他们体内的这个荷尔蒙啊、肾上腺素啊就会大量的分泌，这是动物的本能，是繁衍的冲动。这我倒没想到。总之，研究表明呢，只要雄性的动物一打完架，就会回到伴侣的身边。有道理。现在回想起来，小陈向我求婚的时候，也是因为看到我朋友圈里我和钟启明在一起啊。头往这边，再往前一点，再往前一点。好，别动啊。哎，动了。再来。来，别动啊！看到了没有？这就叫做借位。哇，效果跟真的亲到了一样。坐回去。哦，我跟你说啊，只能是借位啊，戏别太过，懂了吧？那我不能保证，这可心要钱有钱，要颜有颜，要是能娶陈同刚而代之，吃豆腐要扣钱。开玩笑。为什么选的是我？因为你不具备真正的威胁性啊。怎么说话呢？其实我也挺帅的。不许动真格了啊！放心吧，陈同刚是我兄弟啊。行，那回去收拾收拾，一会儿电影院见。好嘞，你放心，我肯定帅帅的。可心，你转一圈我看看。好，今天还有一点模样。走。头靠近点。像不像？像，出去了。咱们的这个演戏啊，演全套啊！来，靠着哥的肩膀，走走心。差不多得了啊。
你发那照片什么意思啊？我发给你的照片，就是我今天逛街，然后看见他们俩手挽手的进去了，我就买了一张票，跟进去拍了一张照片发给你。一起看场电影，没什么大惊小怪。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你好好观察一下自己的内心吧，愤怒、嫉妒、占有欲爆棚。没感觉。没感觉，这可是你老婆，你没感觉？牧羊犬看管的唯一一只羊，这只羊要是丢了，你连工作都没了。这么比喻有点不太合适吧？反正，总之你好好感觉一下。还是没感觉。哎，你等等，你等等啊！有感觉了吧？肾上腺素飙升了，有没有？大脑在向你发出信号，到底是战斗还是逃跑？当然是战斗。对，哎，你等等等等，飘飘飘，你抢回来啊！抢回来，加油！哎，谁呀？把灯关了。有没有公德心啊？看电影呢。不好意思。你怎么来了？你们班配的啊？你好，好兄弟嘛。哼。怎么不按剧本来呢？我怎么知道？哎，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可心呢？没把他抢回来呀？不缺钱的人最容易借到钱，不缺爱的人最容易得到爱。薛可欣很幸运，她两样都不缺。哎，你等一下！哎，陈东刚，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这就是跟你开个玩笑。这种事情能拿来开玩笑吗？说明他没爱过，根本就没爱过。不是，当然不是了。正因为他爱你，所以才希望让你吃醋，才会想让你在乎他呀。让我在乎他的方式就是和我朋友搞这一出。不是，这不跟你说了吗？假的。你们要演真人秀，你们自己演，我没义务陪你。陈同刚。不是，他就这么走了？啊，我都跟他说了，是假的了。这哥们儿今天可是真沉得住气呀！按照道理他应该揍我，哎，哀莫大于心死啊！看来他对我是真的没感觉了。少喝点儿。我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啊！我为了他，我都跟我爸都快断绝关系了。他说没感觉就没感觉了。其实啊，不是这样的。像你这样的霸道女总裁，在我心里是非常尊重你的。你想啊，他要是真没感觉了，他跑到电影院来干什么呀？说的没错，以我对刚子多年的了解，他这会儿心里啊酸着呢。嘴上说不在乎的，那都是嘴硬。没关系，反正我已经不在乎了。喂，嫂子，你什么时候回来？加班呢，马上就回家了。你打多少遍电话了？别打了。你赶紧回去吧，别跟我在这耗着了。我也要回家了。那走，我送你。不用。你，哎，给你个机会，送我回去。是。你
行吗？保证完成任务。行行行，快走吧，快走吧。少一根汗毛，喂你吃饭啊？放心吧。来啊！可惜啊，其实像你这样的女生吧，有很多的选择。啥都别说了，我们先喝一杯吧。来。哟，明宝，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吃饭了吗？给你留着饭呢。吃了。妈，没事，您休息吧。哦。跟谁吃的呀？客户啊，怎么了？正餐吃腻了呢，想吃点零食是可以的。那鲍鱼吃腻了呢，想喝点清粥也是可以的。想换换口味嘛，问题不大。关键是你是我嫂子，你懂我意思吧？那个，要不然你就把零食戒了，行吗？你这说的什么跟什么呀？真是。我都说这么明白了，你还装糊涂，这不合适吧？我不明白呀。嫂子是这样啊，我知道你一直都对我很好，要是换了别人呢，说不定我还会支持他去追求真爱。可是那边是我哥，是我亲哥，我总得考虑他的感受啊。你说，要不然你就当你出去尝个鲜了，你就回家还继续吃正餐，行不行？你今天是不是吃错药了你？哎，沈明宝，我都这样跟你交心了，你还装糊涂，你过分了啊！你给我有话明说。我怎么明说啊？哎呦，行，我累了，我洗个澡睡觉。哎，你这人怎么油盐不进呢？这个应该是她前男友，不是这相当严重了啊！哎呦，真是想不通啊！我嫂子竟然来这一手，口口声声说要跟我哥孕育下一代，这转头就换频道了。哦，不对，直接换人啦！唉，这演技，这心理素质，那要是出了道，那绝对是最佳女主角。哎，你干嘛去？我去找沈明宝问个清楚，如果是真的，我就拿宝剑砍死他。你又砍！你要是砍死他了，那我也是从犯。我们3个人死的死，关的关，那谁来照顾我哥呀？那怎么办啊？总不能看着他俩婚姻破裂啊！我跟你说，结婚嘛，就像2个人要去远方，但是上了车之后才发现，都要让对方当服务员。说得好，说得好。你看你长得一副没有文化的样子啊！我觉得你满嘴的什么诗啊、远方啊，这说话一套一套的。你以为我心中没有远方吗？我就是差一张去远方的车票而已。你也没有地方可去啊。一个人怕孤独，2个人怕辜负。就是看场电影嘛，还没有到万劫不复的时候，咱们要以批评教育为主，以恐吓为先为辅。只要能爱办得好，咱们就把他从这个世俗的深渊里面拉回来。放进来，快！
再给我来一杯酒。来喽！给我来一打。别！没开。哎，楼上有情侣房，凭桌号可以打8折。你别误会啊，我们俩不是那什么。不用跟我解释，我又不认识你们。有前途。我要喝酒。慢点啊！走。来。粉红色的。对。我喜欢。这儿不错。还说你对我没意思啊？没意思，你带我来这种地方，一看就是老司机。可惜，是这样啊。如果你清醒了呢，我也可以送你回家。我不要回家，我要继续喝酒。别喝了吧。酒，我看里面有什么酒。别喝了。还有这个酒，我们继续喝。哎呦！哎呀，没事吧？我叫你别喝了嘛。来，走。伤哪儿了？啊，我看看。这个是什么？是啊，轻点儿。啊，对，得冰敷。给，拿这个装。赶紧的，快点，这还有一个，快拿这个装，快点。别着凉了啊！是这样啊，24小时之内呢得冰敷，24小时之后啊给热敷啊。好，哎呀，好冰，好疼啊！可惜，你来，你自己来吧啊！这样，我呢先走，你记得一会儿把门一定要反锁啊！你不是要反锁吗？锁了。沉住气，大妈，我们是占理的。不是这种事儿，我们怎么跟他摊牌呀？要不然你喝点酒壮壮胆。那可不行，酒这东西，这种时候千万不能碰。想当年你爸在外边胡搞，找了你妈，我妈那是真爱。你闭嘴！我就想等他回来，跟他好好聊聊、谈谈，你知道吧？结果一冲动喝了酒，喝大了，没搂住火，他一回来跟他大吵一架，把他给轰走了。杨真性子跟我一样，脾气火爆，这事儿咱们俩千万不能露了马脚，一定得瞒住了。哎，瞒什么？什么事儿？什么呀？我跟大妈在畅聊人生呢。畅聊人生呢？哎，是。哎，我最近对人生也很有感悟，咱们一块儿畅聊。你看，买点小零食。走，这你这屋有点太热了，去客厅。哎呦。喂，阮清啊，你在哪儿呢？我跟你说，出状况了，太多了，指望我实上铺啊！我跟你说，
我这个人三观不是很正的，但是刚子又是我兄弟，我怎么可能做出破坏原则的事情？但是，你给我 hold 住了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如果真的有什么错，你得原谅我呀。我马上过来。就我们公司的孟超南，最近那两口子，哎呦，闹得那是不可开交啊！一个天天查岗，一个天天报备，你说生点那休闲时间全都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了，我真的是太不理解了。所以啊，今天我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我跟他说，我两口子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信任，要学会换位思考。你不信任，你在一块干什么呢？对不对？别成天的在一起。之后，嫂子，你干嘛去？我出去一下。你出去有什么事儿吗？10万火急，我出去救个场。都11点了，你还出去干嘛呀？怎么了？让你小孩管那么多干嘛呀？你不许出去。我为什么不许出去？你出去之前你不想想我哥的吗？我想你哥干什么呀？想我干嘛？快，让开！不用给我留门啊！你就拦着他呀！我拦他干嘛呀？他出墙了！别胡说八道啊！你嫂子平时对你挺好的。有照片，你看啊！上班化这么浓妆干什么？我天天都这样啊！一天待的时间比我都多，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为什么要跟你说呀？我男朋友就是对她念念不忘，所以才不肯跟我走向婚姻的。这干嘛呢？这你不是说她前男友跟她一个公司的吗？每天车接车送的，你看这个照片，这是车接车送的问题吗？你怎么不早说你？哎呦，小妖精，赶紧跟着，别让他一时冲动，让他们再出事儿了，快点儿！哎呦，快看好了！哎呦，这叫什么事儿啊？哎，嫂子！你有毛病啊！开门！你怎么跑来了？哎，嫂子，前面车要追。哪个？出租车那个。哪个出租车指啊？你先开嘛！还蹦上了！我让你闯红灯你不闯，这个时候还遵守交通规则，什么？什么？我说你人跟丢了！丢什么丢？我看见你嫂子进来了。这里这么多酒吧，你确定你没跟错？只要是酒吧，不是局内就行。公共场合闹不出什么大事件来。二位找人啊？什么？你找人啊？啊，找人！我们这2楼有客房。啊？我真是喝多了，都出现幻觉了。不是，你是不是鬼啊你？我当然是人了，我就是怕你喝多了犯错误，所以专门过来陪你的。不是，谁要你陪啊你？你给我出去！我不出去！我前脚出去，你后脚就给我犯错误。我就是要犯错误。反正我已经担了贼名了，我就干脆做一回贼。哎，咱们这可是假戏啊，你可不能给我真做。我就是要真做了，怎么了？他陈同刚已经不爱我了，对我没感觉了。我就是要让他后悔，让他后悔一辈子。那也不行，那也不能出轨啊！你们俩可是领了证的，结了婚的。不是，这人呢？走了。哎，走反了。就是他！
谁啊？哪小三？你确定？啊，这个。就看那个，我，你。哎，哥这边。我过了，这。不是，你干嘛？我干嘛？不是，说一说啊，你是劫财劫色。我们心生正义，你勾引良家妇女。我都没碰她。你没动，谁信呢？我跟你说啊，打我哪儿都行，你不能打我脸。哥，怎么办？好像打不过。今天不把这小子弄死，以后还得出去霍霍良家妇女。拿着！我沈明宝，怎么哪都有你啊？你怎么那么爱管闲事儿啊你？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特高大、特有优越感？你自我感觉特良好呀？对，你怎么知道的呀？反正呢，我就是不能走，不能让你做你肯定会后悔的事情。老话说的没错，婚姻就是爱情的坟墓。还有后半句呢，没有婚姻，你就死无葬身之地。哎，你看看我是不是还挺有魅力的呀？那必须的呀，这颜值杠杠的，谁能跟你比啊？是不是？是吧？嗯。今天晚上你就属于我了。我的妈呀！我可告诉你啊，你打不过我的。我练过泰拳，就你这样的，没戏。再来！你心跳这么快，你来什么来啊？你服或者不服，我都在这里，不悲不喜。你让我划划，你看我今天弄不弄死你啊？不过，哎，哥们儿，话说回来啊，你应该经常锻炼吧？身体素质还不错。我就是今晚没吃晚饭，不然我弄死你！哎，这一天过得真是……来，巧克力，经常备着呢，吃一块吧。是个杀不可辱啊！巧克力，你不吃也别扔啊！真是。我问你，谁主动的？没谁主动，都是月亮惹的祸。碰哪儿了？哪儿都没碰。哪儿都没碰。孤男寡女的哪儿都没碰，谁信呢？腿。我大腿、小腿啊！你放心，绝对没有超过校园纯情片的尺度。你不用拿马赛克。哎，我问你是不是老手啊？天天拿个巧克力，就这么骗小姑娘是不是？我会员有低血糖，我得经常备着，懂吗？你为什么不加我微信？是不是不敢啊？微信？不是，你谁呀？我是杨铮。我告诉你，姐姐，今天这事不说清楚，你没法走啊！行不改名，坐不改姓，鄙人远亲。你是干什么的？健身教练。你认识陈东刚？陈东刚是你朋友？认识算不上朋友。不算朋友，这么抢着为人家出头，有病吧你？来，都是些轻伤，不用送他去医院了啊。不是，你今晚跟谁在一起呢？我姐。你把话说清楚，谁是你姐？哎，你别去，你又打不过他。你在家啊？我还能去哪？你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不用，你先回去吧。那我先回去了，你们俩冷静点啊。
我们离婚吧。我累了，我要休息了。我要离婚。咱们俩不就领了个证吗？其实也不是正式结婚。法律上是结了婚的。陈同刚，是你先撩的我，我承认。也是你先跟我求婚的。是。现在激情熄灭了，你又要跟我离婚了。怎么还没睡啊？我见着那男的了。你见着哪个男的了？别装了，我什么都知道。我装什么啦？我们也夫妻一场，你要是真喜欢那男的，我可以成全你们。哟，你这脸怎么了？别碰我！不是，你成全什么呀？我喜欢谁呀？你这是演哪一出啊？我以前只知道你跟你前男友不清不楚，我没想到你还是个重口味啊！你喜欢猛男，你早说呀！我喜欢猛男，谁呀？你呀？你别给我打岔。需要帮提提醒是吧？阮清，那个健身教练。啊，你别告诉我这小阮打的呀！你是不是误会了？我误会什么呀？半夜3更的跟人家出去开房，我误会什么呀？我跟谁开房呀？小阮呐？你这人真是想象力够丰富的。那给你个机会解释，你解释解释。可惜呀，他喝多了。阮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照顾他。人家有老公，干嘛给你打电话呀？吵架了呗。编，你接着编。可惜呀，他喝多了。阮清给我打电话让我去照顾他。人家有老公，干嘛给你打电话呀？吵架了呗。编，你接着编。你不信，来，你给他打电话。来，你别以为我不敢啊！打。是你让我打的啊？没想到打脸了吧？没人接。没人接你就明天早上接着打，明天早上接着调查，行不行？这么晚了，我要睡觉了。睡什么觉不行，今天必须要把话说清楚。你要干什么呀？我干嘛？你先跑出来个前男友，后冒出小老狗，你问我要干嘛？杨真，你脑子进水了是不是？我真懒得跟你说话。现在连辩解都不想辩解了是吧？想冷静处理是吧？好，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去民政局把这个婚姻关系解除了。你说什么？你要跟我离婚？啊！我不跟你离婚，我等什么？等你让头上长草啊！就是在家闲出病来了，典型的被害妄想症。还理直气壮了是不是？我等你看完这个，还敢不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杨曼曼都拍下来了，你自己看看吧你。还笑？这叫有图有真相，你还笑得出来？你信吗？就这照片放到马路上，你随便给人问问，谁不信呢？隐情呢？前因后果呢？你对我的信任呢？信任是需要基础的，可是你欺骗过我。我欺骗你什么了？你跟姐姐在一起多长时间？3年，不是3个月。你们每天上下班一起，车里坐的只有你们2个。你要是问心无愧，你为什么不敢跟我坦白呢？不然呢？不然你就是想玩火，你就是享受暧昧，你享受拖着，你脏心烂肺你。你解释啊！又收拾东西是吧？哎，你给我帮你啊！有能耐你解释啊！别收拾东西啊！手机别忘了，别到时候联系不上你。
理亏了吗？词穷了吗？我跟你说，沈明宝，自从你当了神总以后，你整个人都膨胀了，就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个家都瞧不上了。你是不是没想到啊？到离婚的地步，没想到吧？还有，我离了婚，我大不了一个人过，你离了婚也找个比我好的不可能。哎呦，钥匙都不拿了啊？这是跟谁示威呢？杨正，阮清的拳头重，挨了打容易轻微脑震荡，所以我现在原谅你语无伦次、胡说八道。我给你16个小时时间冷静，明天下午，啊，不对，是今天下午，咱们民政局见，好聚好散。不用冷静，直接民政局见。户口本呢？拿出来。户口本我锁起来了，好事拿，坏事我不拿。人家夫妻吵架，床头吵，床尾和，你们俩倒好，一吵架就要去民政局，中间过程呢？啊，大妈，我嫂子都出轨了，我哥哥哪要不离婚，哪要忍着？你闭嘴！杨曼曼，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出轨了？我2只眼睛我都看到了，你自己扑上去，你那么主动的。成年人说话是要负责任的。哥哥，你看他还要打我。妈说的对，你就是个小妖精，这个家迟早被你拆散了。早知今日，我当初绝对不会收留你的。哎，搞清楚，这是我家，她就再不是个东西，那是我妹妹，我收留她是应该的。你少说2句吧，反正要走就是你走。行，我走。妈，您保重，别被小妖精气坏了身体。你不能走，不能走！你干嘛？你干嘛？你想干什么？你不用拦着他，让他走。你让他走。干什么？想干什么？离婚。我追求你，就像拿着5块钱的优惠券去买玛莎拉蒂，是我自己不自量力了。你现在才发现，晚了。你早晚都会离开我的嘛，那不如我先离开你。你送我的东西都挺贵的，我一样都不带。公司股权变更，你随时通知我。那我付出的真心呢？你在我这儿付出过真心吗？你只不过把我当成一个卖相还不错的包。想起来了，拿出去拎一拎。你从来都没觉得我会成功，连成功的概念都是你灌输给我的。你从来都不相信我。我怎么没有相信过你了？当初我爸百般阻挠，我们不也挺过来了吗？为什么我们现在结了婚，你反而要这样对我？陈同刚，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人人都不看好我们在一起，我顶了多大的压力？我好不容易帮你把公司收拾得有模有样，我为了什么？我还不是为了我怕别人看不起你吗？是我自己看不起我自己。我是谁呀？我已经把自己给丢了。陈同刚现在已经不是陈同刚了，陈同刚是你养的一只小奶狗。你让我转圈我就转圈，你让我作揖我就作揖。你给我2块饼干，我就可以跪在地上冲着你汪汪叫。主人啊，你对我好，是想把我训练得更好，然后带出去给别人秀的。你就是这么看你自己的？行，你要是这么介意，咱们俩就离婚。